幸好发现及时，不然这能要命。点赞一下黄金万两，大家好，我是安主公小米，一个老客户家。以前给他家干过活，打电话呢说他家这个柜子啊活了，往前倾，快掉下来。这是在阳台这边做了一个书柜，柜子是木工老师傅做的，这么大一个柜子，为什么不打螺丝呢？只是靠下面这个写字台拖着这个柜子，中间呢是有一块背板。还好发现及时，如果小孩子在这边突然倒下来，太危险了。找个钻头给它的背板上打几个孔，然后打几个膨胀丝给它固定上，这样也能挂得住，因为它的背板和它的柜体的板是一样厚的，1米多宽，后面打3个螺丝。装修完1年多，这个柜子没有掉呢，因为之前打的是胶，1年多胶可能老化，粘接不牢了，所以它向前倾了。没几天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像我们家里边啊，多多少少每年都会有这些活，到了年底实在没得拖了，找个师傅来上门修修补补。都说腊月的水还贵3分，这样的活一般师傅都不愿意干，往往这个时候忙都忙不过来，光搞安装一天大几百上千。卫生间这边这个花洒说这个手盆啊一直漏水，看到这个手盆嘛，是连接的地方漏水。这种情况不是松了就是胶垫压坏了，它这个倒好，胶垫都没了，什么时候拆的时候把胶垫都丢了，在我包里给他找了一个胶垫。我们家里面遇到类似的情况呢，完全没有必要找师傅，这些都是简单的活，拆开了自己研究研究。换一个胶垫这不就好了吗？水也不漏了。但是看这个喷头啊，这个水喷的乱七八糟，乱喷，水垢太大了，出水的孔呢都被那个水垢堵上了。看一下，他说这个大喷头也有点问题，大喷头给他处理一下。我还以为是上面的接口有问题，拆下来帮他缠点绳料带。花洒本身的问题，你看从哪漏了？都憋出来了都。啥鱼呀？发一个。花洒不行，我还以为你是接口漏呢。你看这，你下面的孔不出水，你知道吧？哦。下面的孔都堵了，然后这儿出不来水，都憋坏了，都把上面憋漏了。我还以为这儿漏，给你缠了塑料袋。就这一根。小的这个倒是我给你换了个胶垫，缠点塑料袋，这个可以。这个出水也不行呀。像这种情况呢，大家可以有时间没功夫的时候用针给它扎一扎，通一通。实在不行呢，就换一个喷头，换那种软胶材质的。这就脱了。通完以后，这个出水量这不就大了吗？大了水不就足了吗？是不是？大完了水就大了吗？大喷头其实也是一样的毛病。你看你这大喷头，你看这出水稀稀拉拉的。你这使劲了，它就从上面喷。我看这架。帮忙扒到底，把这所有的孔呢全给它通开了。通完了，再看。这是不漏了，这是了。是吧？这是不漏了，这水也不足呀，这立马就不漏了，是吧？漏。时间长就扎一扎。这还走不了了，说这边2个插座没电，整个卫生间按说都是1趟线，但是我背后那个洗衣机的位置啊，那个插座有电，拆开了用电笔试了一下，果然是没电，不符合逻辑，还是从头开始查吧。打开配电箱，第一时间发现有一个跳闸了，然后先把这个闸扶上，看看有没有电。啊，这不有电了吗？有了，来吹风机。这些开关插座呢，当时是我们自己装的，但是我们装完以后全部要通电测试的。他说半年多没有电，半年多说明那个闸一直在跳着。这些呢，其实都是一些生活常识啊。发现没电了，第一时间先看一下配电箱哪个闸是不是跳了，不要盲目的打电话找师傅，跑过来一看把闸一推，你说给钱不给钱呢？不给钱大老远跑来了，给钱吧就推了一下闸。但是你这样推不上去的，包括这也是一样的，
只要跳了你推不上去，你必须得把这个复位键给它按下，上面都写着呢，上面都写着。这不就响了，有电了。顺便给客户普及一下这些闸的功能用法，以后自己推。